嘿，大家好，我是 Aceson 啊，今天来跟大家开场，跟这个19名的那个阿哲，就是我以前所说的名列前茅阿哲，打的一场比赛。对，那这个字很久没有用了，因为通常我用这个名列前茅的阿哲，就是名列前茅这个字，就代表我想不到这部影片的那个主题，所以我就直接用这个字来概括整部影片那个主题。对，那这次打这个是阿哲，对，就是这个是改版前那个素材啊。对，就是因为大家知道吧，阿哲在上次那个大更新的时候，他已经做了一个很大的改动。那主要的话，其实因为现在是未来的我嘛，就是我已经领教过那个未来的就是更新之后那个阿哲的那个实力是怎样。那基本上啊，我只可以，因为我不是阿哲的用家，所以的话，我基本上我的感受就是，我觉得他应该是改动了这个空中的作战能力，就是空中的一些滴这个能力，或者说这个抓的能力变弱了。那对于我来说啊，那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因为其实超雄打阿哲最大的这个弱点就是他那个绿色的能量球抓人实在是太容易太简单了。那基本上的话就是他只要对准那个人冲过来的那一瞬间，他直接按那个绿色能量球的重低，他就可以直接把人抓住，然后开始他的超多 combo 的那个连击。对，所以是非常的 OP 的。但他这次更新之后，好像把那个绿色能量球抓人的那个转的那个难度提升了，就是我打起来是这样了，起码因为我这次打那个阿哲，其实在那更新后也打过，那打起来的话，就像是我刚才说的那一点。对，那影片开始前了，也是那句，如果你喜欢的话，先订阅一下，谢谢。对，那大家在看这部影片的时候，我应该是已经离开了这竞技场。那什么意思？就是以前我不是说过吗？我打竞技场的话，基本上我只打那个1个礼拜左右，然后我就会退出这个竞技场那个1个月。那个月里基本上就不会看到我在那个 Saga 里面做任何事情，那你只会看到我在那个大厅或者那个总部里面挂机而已。那现在已经进入了那个 timing 了，就是现在这个挂机时刻已经到达了。那对于有些人来说，应该是好事，因为我知道有一些好像不太喜欢在那个竞技场看到我。对，那我的离开应该对你来说应该是好事啊。那有点可惜一点就是好像没看到太多以前的一些打过的一些玩家，例如说Fintra 那些，好像在这次我打竞技场没有遇到。那就看下次，就是下个月我回来竞技场的时候会不会再看到他。对，那这是回到那个影片里面啊，那就是打这个阿哲嘛。那其实就是更新前的阿哲。那刚才所说，他的那个空中作战能力非常的强，那我相信也是很多人那个噩梦啊，就是他因为空中抓人那个能力实在是太厉害了，基本上就算是这个是以空中著称的那个超雄战士，就是我用的那一只，也对他的空中作战能力有点羡慕。要我来说的话，那基本上所以的话，我打他就像以前一样，不要让他那个绿色的那个球抓到。那这个绿色能量球，其实这个打法在那个更新之后，其实也是十分之显著啊。就是那个，哎呦，刚才那个，为什么我直接刷下去？是因为我打算用那个重力一插它，但是我没有留意我的视力还没好，那直接整个人掉下去。对，那来到那个第3回合，刚才说到绿色能量球就是先等它射出绿色能量球，然后再去抓它这个打法，其实在这一个版本是比较难实现，就是其实我这样说其实也是蛮难做到。所以的话，你可以看到，就算我有刻意去避开，我也是很大的几率让他那个绿色的那球抓到。但是，在那更新之后，我这个打法就是我刻意避开绿色能量球这个打法，就变轻易了不少。就是现在来说，更新之后的阿哲，他绿色能量球的依赖性更强了。如果要说的话，就是他没有绿色能量球，基本上就等于一只废了武功的英雄。对，那说的话，趁着现在，如果你也是对这个阿哲
比较打者比较吃力的那个玩家的话，你可以尝试一下以前我所说的那个，先避开那个绿色的那个球的打法，然后再进攻。对，这个打法应该在这个版本是十分之有效啊，十分之有用。那这边的话，当我打这个现在那个旧版本阿者的话，我的打法就是尽量找机会开他技能吧，应该就没有第二个办法。所以你看到现在我很稀有的一个状况，就是我被他这个基本攻击呢压制了。对，这个就是比较难的一点，就是比较稀有、比较难发生在我身上的一点。那时候的话，这局我打得挺激烈，哎呦，这边为什么按了头盔？很明显是我的战斗节奏被对面打乱了。OK， 那基本上打乱之后，这局就没希望了。OK， 那这边的话让他收掉，应该是 OK。那很明显啊，太乙真人也是他这个打法的太乙真人在更新之后就会难实现一点，因为他现在就算你是冲刺重低那个把它打下去那个手法，他现在也是不会让那个敌人飞起来。那不会让敌人飞起来的话，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就是他现在不能配这个魔弹射一下，应该是因为我在那个更新之后好像没再看到这个 combo， 所以的话也是一个好的改动啊。其实就是把一些单体单角色的一些角色的作战能力不停的削弱，那强的削弱，弱的就加强。现在我猜韩服的那个做法现在应该是这样，但是他对于这个英雄的那个加强的选择是有点令人不解啊。就是之前所说嘛，夏娃这是英雄，他既然加强了，所以的话其实方向是正确的，但他选择那个英雄的pick up 的手法就有点问题。对，这个可能是关于他们那个数据不够，应该也是有一点关系的。就是我看韩服好像那个玩家比伊利服少很多，所以的话基本上数据应该是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难题，应该是因为我这些说东西其实很多都是猜测而已。对，那你们同意的话就听听，不同意的话就当我没说过。对 ，OK， 那继续看。那这边的话我比较好运一点，那个打者我基本上就做到不要让他绿色的那条桥抓到这个做法。那所以你看到我的血量就这回合就压制的比较，哎呦，这边就失手了。为什么是主要？哎呦，就直接打下去，就是棒球好用的点就是这样。刚才那个其实我失手了。当你看到我失手的那个次数变多的时候，就证明一点，就是对面的玩家的打法对我有那个威胁性，而导致我的失手的那个频率增加，就是他打乱了我战斗的节奏。那如果是观众看到这个状况出现的话，那就代表对面那个玩家十分之厉害，就是起码他那个基本功或者是基本功厉害，或者是他的技能开得很好。又或者是他有一些另类的所长，就例如说这次的话，就是他的阿哲用的不错，对，又或者是他全能的，就像那个第一名的玩家一样，他技能开得很好，然后基本功也不错，那也是会导致我的那个作战的节奏被打乱，而导致我的失误变多了。对，这边的话来到技能阶段了，那打到2-2的话，就尽量用技能逼对面技能出来。因为其实虽然我说这局的阿哲也是很厉害，但我很少因为一个玩家的厉害之处而改变我打法，所以的话也是先用技能逼技能，然后再把那个基本功阶段拉长。哎呦，这边炸下去，可惜啊，又是任务。OK， 这个任务，其实他能不能把这个任务改成这个游戏完结然后再结算？现在这样每次都是，每次这样弹出来真的有点麻烦。对，这边就是我这个大失误。那基本上发生了这种事的话，基本上就，忘记了吗？跳起来 ，OK， 还是能打的，还是能打的。这边如果让我跳开的话，其实就还是有一战之地。对，那我两边的技能应该都空了。那其实这回他比较喜欢用，死了吗？还可以。没事。被压制了，应该死了。那就记得订阅一下，谢谢。